我這2天刷視頻呢，看到很多橫店演员同行離開橫店的視頻。我看了之後呢，感觸其實挺深的，因為我看到他們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因為只有真正在这個行業待過的人，尤其是底層的小演員，才會懂視頻裡的那種無奈與心酸與悲傷。說實話，看了同行離開的視頻，我真的心裡很不舒服，因為我會想到下一個走的會不會就是我？我還能在橫店堅持多久？今年的影視圈也好，短劇圈也好，真的比任何時候都難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海維。你看，演员都出來賣菜了，最近還是有些朋友來質疑我賣菜。演員賣菜怎麼了呢？這本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你們把演员捧得太高了。其實這個行業我早就說過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它就是很普通。為什麼回農村？為什麼不拍戲了？說實話，清醒了，對自己在這個行業裡面的未來也有了一個清晰的定位。拍這麼多年戲，你說不想拍那也是假的，那肯定想拍。但是我只是想做一個純粹的演员，沒有這個頭腦去應付各種各樣複雜的人際關係，還有參加各種各样的酒局，劇組的酒局文化我沒那個能力，而且也吃不了軟飯，在家喝喝老母雞湯，吃吃新鮮的蔬菜，就感覺特別好。你知道嗎？窮是現在很多演員的现狀。演員怎麼會窮呢？前段時間啊，有一個朋友啊，就突然找我借錢。幾年前呢，他發展的還不錯，一年呢能拍點電視劇、電影，還有網大什麼的。雖然啊不是男一這種角色，但是呢也還不錯，有一定的收入。這在我們圈裡啊，像這樣的演員啊，我身邊有好幾個，已經有將近半年的時間是沒有接到任何的通告了。也就是說，這將近半年的時間是沒有任何收入。這幾年，影視行業的寒冬肉眼可見，平台和資本紛紛收縮，短劇產量急劇下滑，許多曾經活躍在熒屏上的演員也在一夜之間消失了。有人開始直播帶貨，有人轉行做自媒體，還有人被拍到擺攤、開網約車、送外賣。過去在聚光燈下光鮮亮麗的演員，如今也不得不面對最現實的生存壓力。很多人一直把娛樂圈視為造夢工廠，有着高銷數、住豪宅、走紅毯、有粉絲追捧，一夜爆紅似乎就能改變命運。於是每年都有大量年輕人湧入影視行業，希望成為下一個明星。但問題在於，真正能站到聚光燈中央的人，永遠只是少數。18線小演員退出後才敢說的真話。娛樂圈有沒有潛規則？你以為的是上來就開價，但實際上更常見的是一步一步試探你的底線。我也算演過一些戲，反正我也退圈了。今天就跟你們好好掰扯掰扯，講我見過的一些常見的套路。第一種，飯局試探，先不說別的，先讓你喝一杯，然後讓你坐近點，別太見外。看你能忍到哪一步。第二種，資源交換話術。如果你想取得這次上鏡的機會，如果你想拿到這個角色，把話說得很虛，但是壓力卻給得很實。演員崔金格表示，自己剛畢業時去某劇組面試，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。那天面試結束時，天已經黑了。演員、副導演對幾位條件不錯的新人說：“你們幾個可以留下來，晚上一起吃個飯。”到了餐廳後，剛開始還只是閒聊，可沒過多久，對方的態度就開始變得曖昧起來。演員、副導演招呼他：“小崔，你坐過來，坐近一點。”聊着聊着，對方突然問他：“你有男朋友嗎？”他當時立刻察覺到氣氛不對，於是明確拒絕了對方。娛樂圈真的有潛規則嗎？呀，當然了，絕大部分演員都會遇到，看你是選擇接受還是拒絕了。還可以選擇拒絕啊？這件事情是基於雙方自願的，甚至有很多是演員自己主動設局的。只有低階玩家上來不認識就發微信問你接不接受，這種肯定會遭到拒絕啊。行業內的高階玩家都是把這件事情包装成愛情過來追求你，實際上其實就是短則關係，基本上一部戲結束之後也就分手了。接受了就可以成名了嗎？No， 絕大部分演员其實都是浪費時間了。這位經紀人坦言，想踏入娛樂圈的新人最好還是慎重。在影視寒冬的大背景下，這個行業已經很難賺到錢了。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，演員承受着巨大的壓力。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心理問題，焦慮和抑鬱在這個行業裡並不罕見。而真正能走紅成名的只是凤毛麟角。今天來說一說短劇圈的潛規則。自從我發了自制短劇的視頻，很多人找上門想定制自己的故事，也有想加入我的批量生產一起做短劇的人。這裡面有一個人，今天我來給大家說說。
他還要求我做這樣一個事情。那天一個大哥聯繫到我，開口就要投2000萬，第一時間就給我發了他各大銀行的餘額，密密麻麻的數字，看得我眼花繚亂。我們打了1個小時的電話，他說你需要投資嗎？你自己一個人做劇，每個月這麼多部，肯定也有壓力。我的錢多到沒處用，後期盈利了我們再分賬，這些都可以。電話的最後，他提出一個要求。這位大哥告訴博主，如果讓我投資，所有女主角都必須由我来選，而且他們都要参加饭局，你只負責把人帶過来，其他事情不要干涉，發生什麼也與你無關。聽完這番話，博主沉默了幾秒，最後只回了一句：我只負責拍戲，其他的事情我做不了。從那之後，對方便再也沒有聯繫过他。博主坦言，自己拍戲不可能不需要投資，但如果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違背人性、突破底線的基礎上，他寧願不要。他說，昧着良心賺來的錢，總有一天會以另一種方式吐出去，甚至付出更大的代價。他很信命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。即使現在能得到一些東西，但未來一定會有清算的一天，而有些後果是自己根本承擔不起的。我說句不好聽的，你要是一个导演，一个制片人，你能做大戏的，用得着錢嗎？你不給他開條件，還有人往你身上撲呢，你還非得錢。就是聰哥那種人，他並不需要開任何條件，有足夠多的美女往他身上貼，你能理解嗎？如果你的這個戲不是什麼大戲，甚至連中戲都不是，你就是一短劇，你覺得現在這女生，尤其現在這漂亮的女生，她都不太缺。那男導演、男制片人、男出品人，他不缺女人。那長得漂亮的美女啊，她也不缺資源，她也不缺男人追，她沒那麼掉價。故事發生在我讀電影學院大學2年級的某一天，我的師哥來邀請我，他說：“哎，小鹿啊，你剛進學校，你沒有人脈，你沒有資源，今天我帶你去刷刷臉吧。今天這個局裡面有導演、制片啊、歌手、演員都在，你來刷刷臉，看看有沒有什麼資源可以對接到你。”當時我年紀特別小，我當時心想，哇，成為知名演員之路就在此開啟了，我要去認識人去了，我簡直太開心了。那一天的時候，我進到了這個局啊，反正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樣。博主陸昭然說，那天很多人都帶了一個在校的女生來，讓他們當場唱歌、跳舞或者讀幾句台詞，他感覺很不舒服。回到家後，他輾轉反側，開始懷疑自己未來是否還適合繼續走演員這條路。吃完飯後，大家互相留了聯繫方式。第二天晚上11點49分，制片人突然用微信給他發了一個酒店的位置，說自己手上有2個劇本，問他要不要過去探討一下。小鹿禮貌地回復說自己已經準備睡覺了，改天再約。經歷了這件事之後，他的心態徹底變了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不適合娛樂圈，於是轉行去經商了。然後就這樣幹着，沒想到啊，這個行情居然是一年比一年差呀！前年呢，我就想着說去北漂跑組試試吧，想爭取一些小角色嘛。結果呢，被我北京的朋友演員給嚇退了。他們說大家都在家裡摳腳呢，中長戲是越來越少了，而且呢，也開始受短劇的影響了。那今年呢，我就想着說，那咱們就去橫店試試，對吧？去報長劇的特約，然後一邊再報短劇，因為短劇可多了，我想怎麼都不會餓死。結果呢，又被橫店的演員勸退了，因為 AI 短劇到來了，橫店也很多演員都沒有什麼戲了。就真的，這個是你們自己去也能刷得到，就是哇，現在隨便一刷，各個短劇演員都說失業了，沒有工作。在等我朋友的時候啊，家人們，我就收到了副導演給我發的信息，就是他還不是打電話跟我說的，因為我們那個副導演他的性格就有點唯唯諾諾，就是他性格比較內向，又不太敢表達的那麼一個小男孩。他跟我說，他說老師不好意思，我們這邊新進了一個資方，那個資方把咱給否了，就是只能說對不起了，耽誤您的時間了。當時就是五雷轟頂，我立馬就電話給他撥過去了，我說是什麼情況？他說因為新加了一個資方，那個資方呢，他帶了一個女孩要演這個女主，而且一定要演這個女主，他不演其他的角色，他就要演我這個角色，把我給頂替掉。博主說，雖然他以前也常聽到演員被突然換掉的事情，甚至一些大家熟悉的一線、二線明星也經歷過類似的遭遇。這樣的事在行業裡太常見了，可真正落到自己頭上時，他還是難以接受。無奈的是，當時他還沒和劇組簽合約，所以他既無法要求賠償，也沒辦法讓對方給一個說法。他坦言，那一刻自己真的非常生氣，卻又無可奈何。家人們，千萬別再羨慕明星的光鮮亮麗了。我在這個圈子10多年，台下面髒東西真的是比你想象的惡心10倍。
你们看到的角色、資源、戲份，根本不是靠演技和努力換來的。多少新人擠破頭想進組，最後被各種暗示、各刁難，不妥協就直接換角色。原本定好的演員，簽好了合同，只要資方一句話，關係不要塞人，說替換就替換，不會給你任何理由。所謂的公平競爭，在這個圈子，在資本和人脈面前，根本一文不值。我覺得橫店現在的短劇圈就是在給演員畫了一個超級無敵大的餅。年初的時候呢，受到 AI 和紅果內部政策的影響呢，短劇大幅度縮減啊，少了太多的短劇，就導致很多演員一下子全部都集體失業了。我實打實的說啊，現在是5月份，我人就在橫店。那麼5月份的戲確實是跟2、3月份比，確實是多了很多啊，這是事實。但是它也沒有多到像之前的那個高峰值。現在還是很多演員是接不到戲的，是處於沒戲拍的階段。那天我們團隊大概捋了一下後半年的幾部戲啊，就比較大的幾部戲，看的人都看戲，演員就那麼幾個，戲也就那麼幾部。今年6月份之後往後的戲有很多都是那種網傳的，不一定能開的，正兒八經能開的戲。6月份之後的，我們大概數了一下，可能也就10來部。我說的是那種大戲，不是那種短劇。頭部演員會去演一些頭部的劇，中劇一般人不敢做，也不敢投，要不然平台綁定的一些藝人有戲演，剩下的藝人真的是處在了一種，大家其實都挺迷茫的。你說這些藝人他們迷不迷茫？我覺得他們也挺迷茫的。李冰冰說現在拍戲可以不要片酬，只要劇本好，只要戲好，只要作品好，可以不收片酬的。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還沒明白什麼意思。可以不收錢拍戲，只要戲好看。我們缺的是好戲。當我翻看一下他的履歷，我才想起來，原來李冰冰已經4、5年沒有演新角色，沒有演新的作品影視劇了。作為一個33線小演員，我想問你們知道劇組有哪些潛規則嗎？有的劇組為了不讓配角過於出彩，定妝時在好看的適合的服裝和不適合的服裝之間，最終定了那個不適合的服裝給這個配角，以此弱化這個配角的氣場。還有拍攝時也會縮減配角的表演時間，當然這個很正常，也很現實。短劇演員被 AI 替代失業，回村蘆筍地打工的紀錄片。哎，看啥呢？這麼熱鬧！哦，原來是我翻車了。謝謝好心人。以前在鏡頭前光鮮亮麗，現在剛出門就栽溝裡，戲沒了就算了，車還翻了。好消息，人還活着。不等救援了，遲到扣工錢比啥都疼。先去蘆筍地裡幹活。讓我1塊5兩斤。男演員拍戲8年無人時，回老家幫爺爺賣菜，看到自己演的短劇開播了的一天。真正的好馬，馬頭就是王，要正要方。最近幫爺爺把家裡的洋蔥收了一下，拿到集上去賣。過去的1年裡，大家都建議我去嘗試一下短劇，我很聽勸，去了，拍吧。短劇開播了，我都不知道，今天白跟我說我才知道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